今天原本是极其平常、毫无波澜的一天，他去了医院，查看了逾期未付的账单，检查了那些接受过病害治疗的树木，还和一个拖欠了1个多月治疗费的客户吵了一架。对于树木医生苏一言来说，晚上上山检查那些被忽视的树木已经成了一个老习惯。这座山是私人领地，但根本没人打理，所以那些疯长的树木和灌木丛让人感觉仿佛有鬼魂和怪物出没，就像那些通常生长在废弃区域的树木一样。这里的树木也营养不良，无人照管，所以他总是会格外用心地照料它们。那个被活埋的人声音闷闷地喊着救命，然而当泥土堆积在他身上时，尖叫声突然戛然而止，空气中只剩下一片寂静。那个声音说着求你了，一只手臂从新翻的泥土中伸出来，拼命地在地上抓着，想要找到一个着力点，并表示自己什么都愿意说。与那个在死亡边缘挣扎的人不同，男人平静地哼着小曲，然后说对方错了，对方应该求他在这里杀了自己。泥土颤抖着，里面传来呜咽和啜泣声，一个头露了出来，但男人像踩灭香烟一样用脚踩了上去，雨衣的兜帽遮住了男人半张脸，苏一言只能看到他那长长的嘴唇。当苏一言看到那个试图反抗的人动作逐渐变弱，然后完全停止时，他的脑海中渐渐明白了眼前的真相。这是一场谋杀现场，眼前发生的这一切如此令人震惊和难以置信。苏一言紧张地咽了口唾沫，非常害怕，手心开始冒汗。他把手机藏在身后，试图按下报警电话，只能凭着直觉和感觉摸索着手机。他全神贯注地用手指在屏幕上摸索着，这时他踩到了一根树枝。在平常情况下，这根树枝被踩断的声音微不足道，但在这死寂的夜晚，没有什么声音比这更响亮了。那个一直无视垂死之人尖叫的男人突然停止了铲土，扔下铲子。苏一言的目光跟着铲子移动，他屏住了呼吸，他这才意识到从地上那个一动不动的人身上散发出来的血腥味。凑近尸体看了看，发现那件白色衬衫已经完全被鲜血浸湿，变得黑乎乎的。苏一言身边传来一个声音说，这他妈的怎么回事，还问他难道不应该赶紧逃命。接着传来一声枪响，苏一言开始狂奔，地面因为下雨变得泥泞不堪，他的鞋子陷进泥里，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想要顺利奔跑很困难，但如果他稍有犹豫，就会被抓住并被杀掉。他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一路狂奔，气喘吁吁，但没有停下来。电话终于接通，那边传来华阳警察局的声音。苏一言结结巴巴的回应，接着突然哭了起来，非常害怕，说话也变得语无伦次，称自己看到有人在这里埋尸体，求对方快点来，自己被发现了，有危险。对方询问他的名字，他回答自己是苏一言，还说自己可能会死。对方让他冷静点，并询问他的位置。他深吸一口气，镇定下来，说云杉树医院就在医院后面的那座山。对方表示这就来，并提醒他如果这是个恶作剧电话是会有后果的。他再次求对方快点来。他终于跑到了通往山上小径入口处的马路上，试图喘口气，一根细如丝线的铁丝缠上了他的脖子，把他往后猛地一拽。他抓着脖子上的铁丝，试图把它弄开，但铁丝太细了，割破了他的皮肤。他听到有人说，嘿，你掉了这个，吓得汗毛倒竖。耳边传来的呼吸声让他毛骨悚然，一只手把铁丝在他脖子上勒得更紧，另一只手把一个沉甸甸的东西塞到他手里。在失去意识之前，他用尽全身力气朝那个男人挥了过去。他感觉到了用力挥击的后坐力，听到电锯撞上男人时发出的断裂声，又挥了2下工具，脖子上的铁丝松开了。苏一言惊恐万分，不敢回头。那把电锯这时才迟钝地轰鸣起来，很明显有人从背后用石头砸了他。那块石头现在就躺在满是血迹的尸体旁边，袭击者就是那个如果苏一言没有看到就会被活埋的男人。袭击者满身泥土和血迹，站得笔直，当他试图睁开眼睛时却一头栽倒，滚下了山坡。这是他第一次见到他的秘密病人，一个已经在床上一动不动躺了2年的植物人。画面一转，遗言告知校长树变密了。校长目瞪口呆地张开嘴，脸上露出既难以置信又震惊的神情，询问遗言刚才说什么。遗言回应树牌变不畅。校长看起来更加惊愕，心里想着这怎么可能呢？本想大声向这个年轻女子说出心中疑问，但看到背着书包四处闲逛和奔跑的小学生们时，他的脸涨得通红。校长垂下眉毛，恳切地询问遗言，这棵树是学校的主要树木之一，是绿色的象征，问他能否帮学校治好。他的计划很简单，想指责遗言，然后要求退还治疗费用并赔偿损失，之后无论如何都会把树砍掉，觉得至少这样做对学校还有点好处。遗言诚实的回答包在他身上，还说治疗过程并不难，简单来说，树吃了东西后不能正常排便，所以就便秘了，且根也扎得不好。遗言环顾学校操场，皱起眉头说，如果树排便不畅，就会从顶部开始枯死，这里的大多数树似乎都已经开始这样了。遗言带着怀疑的表情绕着校长走了一圈，问他是不是在那里埋了什么东西。校长反问什么？
遗言说：“听说学校最近翻新过，猜测是瓷砖吗？”校长的肩膀微微一颤。遗言又猜是剩余的水泥吗？还说也有可能是水泥塑料袋，或者这些东西都有。校长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避开遗言的目光，心里疑惑他怎么知道的。他为节省垃圾处理费用，把垃圾埋在了地下。除了遗言，没人知道这件事，可他却什么都知道。遗言天真的笑了笑，他表示，当那些材料遇到水，就会变得像石头一样坚硬，会污染土壤，树根无法生长，就会腐烂。反正一挖开地面，所有东西都会被发现。还说今天会把估价单发给校长，当然得先向市政厅报告这件事。校长满脸阴沉，匆匆向遗言走来，想让他听自己说。遗言看着他说，他为省了钱而沾沾自喜，现在要付出双倍甚至3倍的罚款，还强调就像自己说的，排便对植物和人类来说都非常重要。遗言心满意足地转过身，叹了口气。他知道医院里唯一的员工会因为他放弃这个机会而劳到他。他又转向校长，他讨厌搞权谋，但医院的升级和发展也很重要，这是目前最重要的事情。遗言说自己是一个热爱树木的医生，最擅长拯救树木，但也擅长铲除有害的东西。在心里补充，尤其是像校长这样的人，他想着几十棵树因为这个愚蠢自私的人的贪婪而受到损害，可他还在谈论这棵树是学校的象征，就是这些人为了把树叶当烟灰缸用，就去破坏森林。遗言强挤出一个甜美的笑容，请校长多光顾云杉树医院，有很多客户会请像遗言这样收费较低的女医生，否则这些医生就会失业。客户们就是利用了这一点。遗言已经30多岁了，现在已经习惯了这种待遇。他正骑着踏板车沿着可以俯瞰翠绿色大海的道路行驶。这时电话响了，他把耳机塞进耳朵里，接起电话。电话那头传来声音说，如果他5分钟内不回来，就把2楼的门打开。原本直线行驶的踏板车向一侧倾斜，遗言赶忙把踏板车重新扶正，急切地喊经理等等。经理表示自己听得很清楚，有声音。遗言则说经理肯定听错了，那是监控房间，不可能有声音。可经理坚称自己肯定听到了什么动静，告知遗言自己已经叫了锁匠。但遗言心里想着，自己真的不能让他看到2楼的情况。2楼的那个房间已经被神秘兮兮地保护了2年，那里藏着一株特别的植物，无论如何都不能被别人发现。云杉树医院几个字以漂亮的字体刻在一块木板上，木板摇摇欲坠地挂着，就在遗言冲进医院的时候掉了下来。遗言穿过1楼，1楼既是办公室又是住所，他匆匆跑上楼梯，喊道等一下。遗言喘着气说，自己已经告诉过桂珠娥，这里还有另一个主人，所以自己也不被允许进去，这就是为什么让他空着。这话半真半假。桂珠娥双手抱在胸前，反问真的吗？遗言也不被允许进去，那遗言怎么在里面晒辣椒和大豆的？遗言一时语塞。桂珠娥称遗言不信任自己，还说就算遗言在里面藏了金子和钻石，自己也绝不会偷的。遗言心里想着，要是桂珠娥偷了自己的金子和钻石，自己也不在乎。桂珠娥又说，那让自己就闻一闻这间空房间里的空气。遗言劝说道，空气可能有霉味，那里一直没有通风。这时那天晚上的情景在遗言的脑海里像电影一样不断回放。遗言能感觉到自己的头一阵剧痛，仅仅睁开一只眼睛都很困难。他摇了好几次头，试图摆脱头痛，集中注意力，心里想着自己在哪儿。他首先看到的是在黑暗背景中一盏老旧且闪烁的灯泡，每当灯光闪烁时，他就看到一个男人的轮廓。他正在抽着雪茄，烟雾弥漫在空气中。遗言鼓起仅有的一点勇气，询问那个男人你是谁。当他试图站起来时，他意识到自己被绑在了一把椅子上。他试图挣脱双手时，冰冷的金属勒进了他的手腕。那个男人还在抽着烟，一个毫无感情的声音询问他为什么要那么做。他心中的恐惧让他停止了对束缚的挣扎。那个男人称，那个半死不活的人是自己弟弟。当灯泡不再闪烁时，他的感官突然变得敏锐起来。然后遗言意识到了这里发生了什么。随着他的眼睛适应了昏暗的光线，他试图环顾四周，弄清楚自己所处的环境。他在一个屠宰场中醒来，面前站着一个身材高大，穿着一身看起来很昂贵的西装的男人。到这时，遗言开始惊慌失措了。他能听到自己的心脏在胸腔里跳动的声音。他泪流满面地表示自己觉得这有点误会，坚称不是自己砸了他的头，还说他弟弟当时正试图活埋一个人。男人把雪茄烟灰弹到一边，说他弟弟活埋人又怎样，还提到他弟弟活埋人。被打断的时候，他弟弟明显很生气。这个戴着银色边框冷调眼镜的男人看起来37、8岁，或者40出头。他的脸光滑无皱，脸上没有一丝温情。他继续解释不是自己是别人，说那个被活埋的人突然用石头砸了他弟弟，强调不是自己把他弟弟推下去的，还说自己所做的是出于自卫。但是他不停地说着这些，试图说服男人这是他唯一能做的，以免自己崩溃。男人表示怀疑，称自己弟弟耳朵很灵，还说他弟弟既不傻也不至于迟钝到连从背后靠近的人都躲避不了。遗言不知所措，发出可是的声音。他能感觉到
如果不能说服他，自己的生活将彻底破碎，无法挽回。因为没有证人，也没有证据能证明他只是不巧出现在那里。他想知道自己身处何处，这个人是谁。但此刻他满脑子想的都是自己的安全离开这里。桶里不断传来撞击声，这让遗言更加害怕。男人冷笑着说，不管是不是他用石头砸了自己弟弟，这对自己来说并不重要。相反，提出和他做个交易，还说如果他够明智，就能安全离开这里。他不确定自己有没有听错，询问男人什么交易。男人把雪茄在一盒肉上按灭，若无其事地说自己会抓住真正的凶手，让凶手坐在他现在的位置上，但要求在那之前他必须照顾自己弟弟。男人解开了他的束缚，让他签了一份合同，转身离开时说别让他弟弟离开华岛。那之后的2年，那男人仍然像植物一样沉睡在这栋房子的2楼。在过去2年里，我得到的个人信息只有全才宇这个名字。案发第2天，现场已经被彻底清理干净，什么也没留下。反倒是我因为虚假举报被警察罚款，在合同上签字的一瞬间，2楼便迅速建成。在华岛始终有医疗团队待命照顾着他。此刻坐在这个房间里，遗言一想到那天晚上自己差点就死了，就不禁感到脊背发凉。现在在这个只有机器和寂静的房间里，他看着躺在床上的那具躯体，轻声说出全在宇这个名字，从他嘴里说出来还是很别扭。他继续说请不要醒来。他按着太阳穴深吸了一口气。自从他离家出走后，他所渴望的只是平静的生活。对遗言来说，平凡而枯燥的生活是一种奢望，是他梦寐以求的。他又低声说道请不要醒来。由于疲惫，遗言双手掩面。就在这时，那个男人的手指微微动了一下。第2天一早，桂珠娥眼中闪烁着一丝光芒，边说遗言是时候做出些改变了，边把手机屏幕展示给遗言看。遗言好奇地询问这是什么，停下了在治疗日记上的记录。桂珠娥问遗言是否知道索雷尔景观美化公司。遗言点了点头。大家都知道这家景观美化公司，他们因承接的大型项目而在整个地区都很有名。遗言仍然专注于他的日记，说经理，你不觉得他对你来说太年轻了？你和他约会不合适吗？他都可能被误认成你的孙子了。桂珠娥回答不是我，是你。遗言叫道什么？对这次对话的走向感到困惑。桂珠娥轻声说他们不能再这样继续工作下去了，已经到极限了，主要合同都已经结束了，第一院正在接手所有其他项目。遗言能从他的眼中看到悲伤，他也感同身受，咬紧牙关掩饰着心中涌起的愤怒和沮丧。地大学农业生物学系医院是一家大型树木医院，新建了一栋5层楼的建筑，还有自己的研究实验室。第一院进入华岛后，积极的为景观美化公司、苗圃土木工程公司和农业企业提供各种服务。最终他们在华岛掀起了一阵风暴，每个人都希望他们能接手合同。桂珠娥绝望地说他们必须对自己的处境采取些措施，不能放弃。在房间里踱步，遗言说那我们该怎么办？关掉我们的医院，去第一院工作吗？华岛的企业家们一直都在这么做。桂珠娥给遗言看了那个男人的照片，很明显他接下来要说什么，说遗言只需要和他喝杯茶就行。遗言叫到自己不去，指责桂珠娥，说的自己好像是个拜金女一样。桂珠娥提高了声音问遗言在说什么，为了让遗言考虑他的提议，一边说仔细想想，如今爱情和浪漫没什么意义，而且遗言又不是马上要和那家伙结婚，只是去喝杯茶和他认识一下。当桂珠娥全神贯注地说着的时候，遗言迅速跑开了。这个极其保守的女孩和这个自由奔放的老太太截然不同。遗言刚一出门，就听到桂珠娥喊道你打算一辈子单身吗？画面一转，自医院开业以来就一直挂在那里的长壁钟敲响了12下，钟声响亮，每晚前往2楼已经成了遗言的一个习惯。起初遗言只打算去一次，但现在这已经成了一种提醒，只要那个凶手躺在那里，他就是安全的。和往常一样，遗言输入密码，转动了门把手，他不见了。在月光照亮的黑暗房间里，他只能看到医疗设备，心里想着他去哪儿了？自从被绑架的那晚起，就被遗忘的恐惧再次袭来。他能感受到那天的紧张氛围，甚至还能闻到当时的空气味道。遗言的身体颤抖着，心想要是那个人发现了，会杀了他的。觉得自己必须找到他，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他转身时，门后的一个影子吓了他一跳，显然这是一次袭击。那个男人躲在门后，冲向遗言，狠狠地推了他一把。医疗设备砰的一声掉在他上。一个沉睡2年后突然醒来的人，把遗言的身体扭过去，像是要束缚住他，然后扑倒在床上。他的一侧脸颊被紧紧压在床垫上，背上男人的重量让他手脚挣扎，他的力气让他吃惊。他心想昏迷了这么久，他怎么还这么有力气？男人把遗言的胳膊扭到背后，还用腿夹住他，让他动弹不得。透过薄薄的睡衣，他能感觉到他结实的身体。他吓得要死，心跳急速加快，胸口随时都可能炸开。此刻只希望地面裂开，把他整个吞下去。然而遗言还是勉强镇定了下来，叫着全才宇。
全才宇，我知道，现在你刚突然苏醒，肯定会感觉很混乱，但我会慢慢和你全部说明的。目前全才宇你的身体状况还不是很正常，我去把医生叫来，所以你先放开我。男人没有动，像野兽一样把鼻子埋进遗言的身体，嗅着他的气味，他滚烫的呼吸轻拂着他的皮肤。男人声音很粗的，让他别大惊小怪，回答自己的问题。遗言咽下喉咙里的哽咽，连忙点头。男人询问，是他把自己关起来的吗？面对这荒谬的情况，他的恐惧很快消失了，沮丧的摇了摇头，觉得绝对不是，心想他把自己当成什么人了。男人怒目而视，称现在是自己在问问题，质问自己为什么在这里。在他的语气逼迫下，遗言回答说他只是个病人，沉睡许久后醒了过来，压在他身上的力量瞬间消失，他粗暴地抓住他，他的身体像煎蛋一样翻了过来，他的心跳慢慢开始加速，耳朵能捕捉到心跳的震动。他把脸危险地凑近他，尽管他喉咙发紧，目光却还是瞥见了他高挺的鼻梁和浅暮色的虹膜。他冷笑一声，低声呢喃着全才宇，全才宇，仿佛在模仿遗言的语气，还说那很可能就是自己的名字。这次他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询问他对自己来说是否重要。遗言深吸了一口气，这是一种奇怪的直觉，他无法确定究竟是喜悦还是恐惧的感觉，让他的心跳个不停，心里还在疑惑是喜悦吗？他又问他是不是那种自己可以直接杀掉的人。遗言的目光随着全才宇的动作移动，全才宇拿出了他一直藏着的针，像按圆珠笔一样反复按压着。遗言心想他不记得了，如果是这样，也许我能找到办法从这个男人身边全身而退。遗言努力喘着气，对全才宇说别这么说，自己对他来说非常重要，还问他不记得自己了吗？全才宇那困惑的表情表明了他的迷茫。遗言接着说自己和他关系很亲密，他们认识的时间比全才宇想象的要长，由于压力已经达到极限，遗言的眼睛都开始打转。他还说自己和全才宇之间的关系很复杂。遗言想起了自己被迫签署的那份合同，那些在夜里穿着黑色西装把他拖走的人，至今仍让他心有余悸。当全才宇突然抓住遗言的脸时，他吓得浑身颤抖。全才宇问遗言说对自己很重要，那为什么还在发抖？遗言连忙否认说自己没有。全才宇问他是不是被人卖来这里的，还说他是来伺候一个连思考和行动都无法自理的废人。他的恶毒言语让遗言的脸颊微微抽搐。全才宇揉着额头，满脸困惑地说自己为什么只记得这些肮脏的字眼。遗言努力组织着语言对全才宇说，但他们不是那种关系，让全才宇别误会了，还说他们相处得很好，希望能说服全才宇。遗言的手指无意识地触碰着脖子上的饰品，说全才宇还亲手为自己戴上了项链。他尽量让语气听起来自然，可声音却控制不住的颤抖。全才宇问他所以他给自己咬过吗？他询问全才宇说什么，全才宇说自己一定是像条狗一样上过他。他的表情瞬间崩溃。全才宇说因为他的语气听起来像是被洗脑了一样。他拼命摇头，心里暗自尖叫，明明是自己在试图洗脑全才宇，只要他肯相信自己。遗言对全才宇的沉默感到异常烦躁，觉得被全才宇牵着鼻子走的感觉糟糕透了，说全才宇从来没有对自己不好，也从未强迫过自己做什么，全才宇从不使用暴力，也没有威胁过自己，而这是天大的谎言。他只是默默地抬起又放下眉毛，脸上的神情表明他的话根本没入他的耳朵，他一点也不相信他。他迈步向前，轻轻抚摸着他的脖颈，询问为什么。他被问得措手不及，他的手指在他的肌肤上游走，再次询问为什么自己不能对他做坏事。每当这个男人的手触碰到遗言，他的心就像疯了一样狂跳，他的温柔触碰显得格外可疑。遗言脱口而出说因为法律不允许。他听到法律二字发出疑问，他紧张地咬住嘴唇。桂珠娥的话在他耳边回响，找到伴侣和命运无关，你是在用自己的遇见选择伴侣。他的眼中闪过一道亮光，说如果他杀了自己，那就是17罪。他终于找到了保命的方法。他的脸上第一次浮现出一丝颜色，皱起眉头，直接丢掉了手中的针。遗言的良心隐隐作痛，但他立刻装出一副镇定的扑克脸，这是他表达自己决心的方式。他表示因为自己是他的妻子。那一夜，他种下了一颗致命的种子。画面一转，意外总是会发生，而且极难预料。眼前的这场事故，在外国的研究论文里才可能见到。遗言一时语塞，努力组织语言，询问对方确定树是昨晚被雷击中的吗？对方给予肯定答复。遗言看着眼前这棵被劈成两半焦黑的树，脸色沉了下来。找他来的那位女士用手帕擦着眼泪，称这是自己在儿子出生时种下的树，可现在儿子已经长大，正在服兵役，自己总觉得不祥。遗言表示先检查一下，这棵树看上去十分凄惨，受损严重。遗言皱起眉头，仿佛能感受到他的疼痛，开始诊断，告诉主管这棵树需要手术，先用铁链固定住破口，然后再定手术时间。带着手术箱的桂珠娥担忧地低声说，
要是树死了，客户会不会怪罪遗言？遗言称好在根部没受损，所以有恢复的可能。而且这可是那位女士儿子的诞生树。遗言跪坐在地上，询问医院里还有足够的本地土壤吗？话没说完，遗言的手机就响了。遗言看了眼来电显示，向桂珠娥示意后，走到安静处接听电话。遗言接听电话后，一直保持着冷静成熟的神色，哪怕刚刚看到那棵树的惨状，但此刻他的表情骤然变了，咬着指甲来回踱步，像个逃避债主的赌徒，询问对方说什么。藏在草帽下的眼睛忍不住颤抖起来。距离那位植物人全才宇醒来已经过去1个月，医生曾带他做过检查，只告诉遗言他失忆了。但现在他终于等来的电话却说出了一件荒谬至极的事。电话那头表示无法确定全才宇何时会醒来，医生称不能给他一个确切的答案，因为病人出现了一种极其罕见的症状。遗言询问罕见症状是什么，医生回答是嗜睡症。他皱起眉头，摸了摸自己的嘴唇。医生解释，嗜睡症也称作睡美人综合症，自己做了所有能做的检查，但无法找出明确的病因，大脑没有任何异常，所以目前只能推测。医生表示还需要进一步观察，但如果确诊为嗜睡症，医生停顿了一下。遗言询问那会怎样，医生说全才宇一旦睡着，可能1周、10天甚至更久都不会醒来。遗言一时不知道该作何反应。医生称会尽快把全才宇送回去。就在医生准备挂断电话时，遗言匆忙叫住他，深吸了一口气，掀起帽檐，风吹在他满是冷汗的额头上，询问医生的意思，是不是全才宇现在不是植物人了，但谁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醒。医生给予肯定答复，称目前无法预估。遗言像是哭出来一般，长长的吐了口气，胸口紧绷的焦虑瞬间消散，紧闭的眼皮轻微颤抖，向医生表示感谢。真的太感谢了。医生发出疑问，遗言如释重负，忍不住对神明心怀感激。遗言向医生再次表示感谢后，挂断电话，回到客户面前，露出明亮的笑容，对仍然愁容满面的女士说，自己一定会尽全力让这棵树复活。遗言说完谢谢你医生后，电话就挂断了。医生一脸困惑的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机，随后把手机放回口袋。他无法理解遗言声音的突然变化。医生突然停下，想起忘了告诉遗言，全在于所患后遗症不只是嗜睡，也就是所谓的睡美人综合症，专业术语是克莱恩莱文综合症。这种病通常伴随着行为异常、无法控制的暴饮暴食冲动、攻击性以及性欲过剩等症状。医生想着他今天应该不会有事，只是1天而已，不会出什么事。随后打了个哈欠，遗言哼着小曲走上楼梯。他侥幸逃过一劫，一整天都感觉像是从那个残忍男人设下的陷阱中奇迹般获救。走到门口输入密码，打开门时，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涌上心头。他看到可怕景象，不禁喊出什么。此时当啷当啷钟声响了，已到午夜，后门像是被车撞了一样被撞开。他疑惑全才宇去哪儿了。遗言在黑暗土路上徘徊半个多小时，呼喊全才宇，沿途睡着的狗被喊声惊醒叫起来。他忙着四处张望，在狭窄街区搜寻，突然发现奇怪痕迹，看起来像巨大的蛇爬行留下的。他对着这荒谬景象干笑一声，说他可真是太可怕了，然后转身顺着痕迹走去。走近时听到一阵扑腾声，在这不祥情形下，他的心紧张的砰砰直跳，震惊的喊道，全才宇，把那个放下。然而全才宇已在啃食生肉，眼神空洞，下巴肌肉随着咀嚼动，哼哼着把嘴里生肉吐出来时，遗言差点吐出来，强忍着呕吐冲动。看到那只公鸡已死，脖子断了，他手颤抖着，害怕这个站在那里嘴唇沾血一副若无其事样子的男人。这只是克莱恩莱文综合症的症状之一。从全才宇涣散的眼神看，他肯定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完全脱离现实。遗言装作担心全才宇的健康，说他现在行动肯定困难，问他为什么跑出来，还说他们回去吧，他不该在这里。全才宇问他这段时间都去哪儿了，还说自己唯一记得的脸就是他的，但打不开门。他嘟囔着，眼中满是茫然与困惑。遗言心中想到，他砸开后门就为了找我。全才宇现在不正常。遗言本能地想到了一个主意，觉得是时候行动了。遗言假装什么都不知道，说自己不知道全才宇在说什么，还说也许全才宇做了一个很长很逼真的梦，自己是照顾他的医生。遗言对全才宇说，问他记得自己一直都在睡觉吗？说他病得很重，昏迷不醒，感到困惑很正常，但别担心，他是在做梦，现在醒了。为了强调，特意加重了做梦2个字，还说全才宇看到或听到的一切都是大脑在捉弄他，这是一种应对机制，他需要休息，然后就会感觉好起来。然而遗言忽略了一件事，他把一切都归结为梦的计划可能会适得其反。全才宇说着梦，慢慢地舔掉嘴唇上的血，看起来他现在真的清醒了，说自己明白了，还指着遗言的下身，称如果不是梦，遗言不会这样站在这里。遗言困惑地低头看向自己的腿，李言无言以对。就在这时，听到全才宇低沉地说，自己睡觉的时候一直梦到做爱，
和一个说是我妻子的人。全才宇一边说着自己有妻子，一边朝遗言走去，还说妻子现在正想逃跑。他不紧不慢地朝遗言走来，遗言拼命想逃跑，双腿直打颤。这陷阱是他设的，可被困住的却是他自己。当全才宇走到近的伸手就能碰到他时，遗言终于挣脱开了。全才宇说遗言想抛弃自己，就因为自己现在病了，成了个没用的人，还说自己可不傻。接着问遗言叫什么名字，让他别逼自己再问一遍。遗言终于说出自己叫苏遗言。全才宇念着苏遗言，舔了舔嘴唇，把他的名字和嘴唇上的血一起吞了下去。全才宇问遗言为什么想离开自己，就因为自己身体不能正常行动，对他来说就变得这么没用了。遗言对全才宇说自己不是那个意思。全才宇反问不是吗？现在局势完全逆转了，遗言只能干着急，好不容易才想出一个还算说得过去的理由。遗言说一个全才宇不记得的自己有过的妻子突然出现在他面前，自己觉得这会影响到他，可能会让他不舒服，让他不知所措，所以自己才……全才宇用一种毫无感情的声音问他这么做是为了自己的考虑，这让遗言对自己的说法都产生了怀疑，但他觉得这是个合适的借口，于是肯定的点了点头。全才宇说这是胡说八道，问遗言为什么要做自己根本没要求他做的事，自己不想要这样。他说遗言说他们是合法夫妻，但突然就想抛弃自己。全才宇接着说有人把自己脑子里的一切都抹去了，但自己唯独记得遗言的脸，自己肯定是他的丈夫。当意识到遗言想抛弃自己时，自己都快疯了。全才宇说自己想自己很爱遗言，遗言心想不，他不爱，他这个白痴还想杀了自己。他觉得自己的计划把自己困住了，而现在全才宇的杀意变成了爱意。画面一转，回到家中，这个男人一团糟，他的身上沾满了泥土，还有不少伤口。他洗完澡后，遗言帮他在伤口上涂抹药膏，看到他身上泛红的擦伤，他皱起了眉头。然而全才宇既没有退缩，也没有呻吟，只有平静的呼吸声。每次遗言往他伤口上涂药膏时，手都会颤抖。他希望这个夜晚能快点结束。全才宇说他们就在这儿一起睡吧。遗言吓了一跳。全才宇说他们是夫妻，问他们不能在这儿一起睡吗？遗言说自己，但全才宇现在还是这儿的病人。全才宇称没错，自己还是病人，但已经不是植物人了，而且还是遗言的丈夫。全才宇目光锐利地看着遗言，他从没想过谎称是夫妻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他的心跳开始加速。全才宇问遗言是不是因为自己和他记忆中的自己不一样，所以和自己在一起感到不自在。遗言无法回答，只说出我。全才宇说没关系，看着遗言表示自己不会对他不好，既不会强迫他，也不会威胁他，就像他记忆中那个过去的丈夫一样。全才宇的眼神看起来有些暗淡，遗言感觉所有那些暴力的瞬间都像是一场幻觉。全才宇接着说所以和自己在这儿睡吧。医生曾经告诉过遗言，全才宇一旦睡着，没人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再次醒来，所以让全才宇入睡是当务之急。遗言默默地在他旁边躺下，这张床不是很大，但睡两个人还是够的。他能闻到消毒水的味道。全才宇转过身看着遗言说自己有好多问题想问，目光像箭一样射向遗言。遗言没有看他，而是盯着天花板。遗言问全才宇最想问什么呢？全才宇说自己是怎么变成植物人的。遗言说他们一起去了山上，然后遇到了一场意外。全才宇皱着眉头问他也受伤了吗？遗言点了点头说但自己伤的不是很重。他避开了细节，说得很含糊。全才宇又问他们谈了多久的恋爱？遗言说他觉得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了，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办，自己一直都是单身，能说些什么关于别人的爱情生活的事呢？于是说他们没谈多久恋爱，刚开始谈恋爱就结婚了。全才宇问一夜情吗？他们是不是刚认识就上床了？然后遗言就觉得自己是个完美的伴侣。遗言惊讶的嘴巴张了又合。全才宇笑了，说很遗憾自己什么都不记得了。全才宇说看来遗言当时还挺大胆的。遗言说不是那样的。这样的误解让他感到非常不舒服，然而他想不出一个合理的故事来反驳全才宇刚刚说的话。当他沉默不语时，全才宇歪着头靠在了枕头上，说自己在遗言耳边说着甜言蜜语，然后把他抱上了床，对吧？还说自己当时真是个厚脸皮的混蛋。接着笑了笑，他很享受关于自己过去的这些回忆。遗言感觉自己快要失去镇定了，想到如果自己不赶紧想出点什么来，被困住的就会是自己。全才宇让他和自己躺在同一张床上，就好像他们真的是夫妻。遗言担心如果自己不采取措施阻止这一切，全才宇可能会对他霸王硬上弓。冷汗顺着他的后背淌了下来，他觉得必须阻止这一切，于是说实际上全才宇并不厚脸皮，还说他们在性方面不太合拍。全才宇脸上的笑容慢慢消失了，问体验不好吗？是性爱方面吗？遗言给予肯定回答。全才宇又问谁？遗言回应什么？全才宇接着问谁不擅长这个？遗言用尽全身力气
才没有避开全才宇的目光，迎着他那执着的催促自己回答的眼神。遗言还没来得及回答，全才宇就先问：“是他们俩都不擅长吗？”然后干笑了一声，接着皱起眉头，又恢复了严肃的神情，说：“这比自己失忆还让人震惊。”全才宇又问：“到底是什么问题呢？”他轻柔的声音听起来既坚定又克制。遗言说：“啊，觉得自己很快就会答不上来全才宇的问题了。”全才宇的问题变得非常私密和亲密，他发现自己很难再信口胡诌了，但他是个成年人，不会被全才宇吓倒。接着说自己觉得他们彼此不太合拍，还说他们第一次做的时候自己什么感觉都没有，甚至到现在都不知道高潮是什么。遗言接着说他性欲不是很强，而且也不是很喜欢做爱，还说他就像个出家人一样。全才宇难以置信地说：“我像出家人？”也许他在责怪自己，或者是遗言所描述的那个自己。他皱起了眉头。遗言给出了最后一击，说所以他们大部分时候是柏拉图式的恋爱关系，在当时这对他们俩来说都还挺合适的。全才宇说不出话来，抬头盯着天花板，沉默了一会儿。他沉默了很久。遗言确定他终于睡着了。就在他想着自己是不是应该起身离开的时候，全才宇说道：“所以即使他们在性方面不合拍，遗言还是照顾自己，护理自己。”全才宇最后说道：“遗言真的很爱自己。”遗言哀叹自己又造成了另一个误解，感觉非常不舒服，但没有说出口，觉得全才宇越相信这些，自己就越安全，这是让全才宇远离自己的唯一办法。遗言说：“现在睡觉吧。”结束了这场对话，他觉得自己和全才宇说的越多，就越害怕自己可能会说漏嘴，然后陷入自己设下的圈套。全才宇说：“好的，晚安，遗言。”然后闭上眼睛，转过身去，好像他再也不想听到关于自己过去的事情了。遗言向树神祈祷，求树神让这个男人陷入深度睡眠，要是能昏迷就更好了，只希望他几个星期都不要醒来。想到医生确实说过他患有某种综合征，他绝望地祈祷着：“求你让他睡着吧。”就在他以为全才宇肯定已经睡着了的时候，全才宇轻声说道：“但为什么自己表现不好呢？是那件事本身让遗言不满意，还是自己的爱抚不够好，又或者自己当时是个处男，所以没有经验？”遗言一时语塞，说自己也不太确定，觉得全才宇不太喜欢做这件事，而且结束的也很快。遗言在心里咒骂自己。听到这话，全才宇陷入了沉默，轻轻叹了口气，自言自语着。最后遗言听到他的呼吸变得平稳，确定他睡着了。他试图把手从全才宇的手中抽出来，好让自己离开，但没有成功。最终一天下来的这些事让他疲惫不堪，他就在那里渐渐睡着了。第二天早上，遗言醒来时感觉休息的还不错，然后尖叫了起来。全才宇低头看着他，一只手撑着头，惊讶地跟他打招呼说：“早上好。”遗言心想搞什么？医生说全才宇有睡美人综合征啊，他怎么醒了？他原本以为全才宇会因为他的病情连续睡上好几天，可全才宇却在这儿比他起得还早，还说着早上好。全才宇那亚麻色的虹膜在清晨的阳光下显得比平时更红了。遗言站在房间的角落里，频繁地瞥向正在接受检查的全才宇，他心急如焚。医生说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还表示需要更多睡眠数据来了解规律，病人明天可能仍会陷入长时间睡眠，只能走着瞧。这对遗言来说是个打击，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全才宇能沉睡好几天，感觉就像背后被捅了一刀。医生继续说，病人的大脑没有问题，很有可能是心理因素导致的，有时候环境的改变会引发变化，家的感觉和医院不同，所以这可能给全才宇带来了一些变化。目前找出决定他睡眠模式的原因会很有帮助。医生解释的时候，全才宇瞥了遗言一眼，说自己只想到一件事，还揉了揉下唇。医生一边问是什么呢，一边忙着在本子上记录。全才宇说自己昨天和妻子一起睡了。房间里陷入了尴尬的沉默，遗言惊恐万分。医生慢慢眨了眨眼，来回看着他和全才宇，很快镇定下来，并点了点头，问自己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他们做爱了。遗言叫道不是，称他们只是睡在同一张床上，没发生那种事。医生点了点头，说那暂时试试这个方法，如果他们继续这样，看看情况如何，那就太好了。听到这个消息，遗言的脸色变得阴沉。全才宇去医院做物理治疗时，遗言疲惫地躺在沙发上看新闻，新闻头条醒目地显示着电话诈骗愈发处心积虑，但遗言脑子一团糟，想着如果全才宇的病情好转，自己就藏不住他了。要是全才宇碰巧下楼到1楼，朱娥发现他只是时间问题，可要是朱娥真的发现了，想到有人威胁说如果合同泄露就会认为这是违约，而且还有另一个同谋，对方威胁要指控自己是凶手，这可能会影响到朱娥。他只有2个选择，要么说服全才宇欺骗朱娥，要么把一切都告诉朱娥。他陷入沉思，只能隐约听到新闻播报员的声音。播报员说，最近他们在心理上孤立受害者的方式，言无法将目光从电视屏幕上移开。他浑身发冷，双手颤抖，抱紧靠垫让自己镇定下来，还蹲下来努力控制
几乎要将自己吞噬的焦虑情绪。自从全才宇醒来后，他几乎1个月都没睡好觉了。其实在那之前不久，他的生活就开始走下坡路了。遗言下定决心向朱娥倾诉，遗言的故事如忏悔般倾泻而出。他讲了很久，细节很混乱，一开始听起来全是胡言乱语。朱娥试图理清这一切。遗言目睹了一场谋杀，凶手追赶他，凶手出了事故成了植物人，而你没有丢下他，反而把他带回家，一直藏到现在。现在他醒了，你惊慌失措，还告诉他你是他的妻子。遗言想到全才宇本可能会怀疑整个情况，然后伤害自己。为了控制住局面，自己不得不撒谎，说自己是全才宇的妻子。但这一切在朱娥看来毫无道理。朱娥觉得这肯定不是正确的解决办法。遗言不知道男女之间的关系会发展和变化得有多快。朱娥说自己不知道，不想掺和这件事。遗言说求你了，让朱娥就装作自己真的结婚了。天啊，你这是在亲手毁掉自己的生活。那家伙现在在哪儿？遗言回答道，他去医院做物理治疗了，应该很快就回来。这时一个声音喊到遗言。听到这个陌生的声音，朱娥瞪大了眼睛。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声音，一个能让听到的人都集中注意力的声音。朱娥转过身面对全才宇。全才宇从2楼走下来，跪朱娥说道，你好女婿。全才宇说自己从没听说过什么树木医院，然后慢慢的环顾着室内。在全才宇冷漠而端庄的表情中，朱娥找不到任何破绽。全才宇那双又长又直的眼睛显得温暖柔和，看起来不像是个杀人犯，而且全才宇看起来很有魅力。从他的面相，朱娥能看出他出身富贵。朱娥想，如果全才宇只是个普通的杀人犯，那可真会让自己失望。至少全才宇得处于一个有权有势的位置才行。全才宇垂下目光，礼貌地叫到岳母。他的嘴巴有些僵硬，好像对这个称呼很陌生，还问自己能坐到那边去吗？说自己想坐在遗言旁边。朱娥吃了一惊，她向来是那种在任何压力情况下都能保持冷静的人，但这次她一时有些失态，不知道该如何回应。遗言愣住了，两人都没有回应。全才宇便疑惑地看着他们，于是遗言移到沙发的另一边，坐在了全才宇旁边。全才宇放松下来，眼中满是释然。遗言说全才宇，朱娥不是自己的妈妈，朱娥是这里的工作人员。朱娥认识自己大概有15年了，自己觉得朱娥只是一时脱口而出叫全才宇女婿。全才宇问遗言，朱娥是不是对他很重要的人？遗言回答是的。全才宇默默地盯着遗言，然后点了点头，说那自己应该努力赢得朱娥的好感。遗言说不，全才宇不必。全才宇说遗言告诉他自己以前很温柔很有礼貌。朱娥说是啊，全才宇以前是那样。全才宇说自己觉得要成为遗言记忆中的丈夫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朱娥表示自己知道，当然理解。全才宇又说但也不会花太长时间，医生说不会太难，因为自己有那种惯性会让自己变回真正的自己。朱娥看到遗言微微一震，遗言焦急地用满是汗水的手掌搓着裤子说不用着急，全才宇需要休息，现在得专注于康复。全才宇纠正说才宇。遗言疑惑地了一声。全才宇把手臂搭在沙发靠背上，向后靠了靠，又说了一遍自己是才宇，让遗言叫自己才宇。全才宇低声说着，低下头直直地看着遗言。遗言觉得全才宇这双眼睛比任何东西都可怕，一下子僵住了。接着全才宇用食指按了按太阳穴，说自己是个脑子里只装着一件事的白痴。遗言无法回应。全才宇又说那件事就是遗言的脸，还说自己脑子里全是一个自己不太记得的女人的脸，但一想到自己可能连那张脸也会忘记，就害怕。遗言无法把目光从全才宇身上移开。全才宇干笑了一声。遗言心想自己不该有这种感觉，但全才宇看起来很可怜。全才宇说如果真的那样，自己可能会成为一个糟糕的丈夫，然后伸出手轻轻地抚摸着遗言的脸颊。遗言惊恐万分，心脏狂跳，因为全才宇的指尖冰凉，他害怕全才宇手里握着绳子或者注射器。他的心跳得飞快，就好像刚跑完100米一样。看到遗言僵硬的样子，朱娥轻声自言自语道全才宇可不是一般的男人。然后朱娥拿出手机查找着某人的号码，心想首先自己得弄清楚全才宇到底是什么人。那天晚上遗言以工作为借口独自待在1楼，心里想着不管怎样今天自己都不会和全才宇一起睡。他想永远关上并锁上通往2楼的门，但锁已经坏了，而罪魁祸首不是别人，正是全才宇。当他透过微微敞开的门往房间里偷看时，看到全才宇正在做俯卧撑。全才宇上身赤裸，满是汗水，下身穿着宽松的裤子，锻炼的时候甚至都不喘气。遗言看到全才宇结实的后背、优美的腰线、凸起的青筋，还有稳定的节奏，觉得他恢复得非常快。能明显看出现在的全才宇和之前作为植物人的他有很大的不同。心想自己和植物相处会觉得自在，但和野兽可不行。钟声响起，遗言从思绪中回到了现实，走进自己的卧室，关上了门。他呼吸急促，能感觉到后脑勺一阵刺痛，
从日落开始，他脑子里就只有一件事：怎样才能避免和全才宇共度一晚？几秒钟后，传来了敲门声。全才宇的声音喊到遗言，遗言能看到门下方掉了漆的地方，映出全才宇的脚的影子。他还是第一次如此在意这善关不紧的旧门。遗言拉过毯子盖在身上，试图挡住声音，在心里反复念叨着快回去。可他想到从小时候起就没人对自己手下留情，自己的祈祷也从未得到回应。门把手剧烈地摇晃着，好像随时都会掉下来。遗言咬着嘴唇，装作睡着了。四周陷入了深深的寂静。遗言心里想着，过去了几分钟呢？这时门外的木地板滋滋作响。遗言掀开盖在身上的毯子，轻轻地从床上下来，听到全才宇从门边走开的声音，他终于松了口气。遗言想到，一个自称是全才宇妻子的自己，却在躲避丈夫，全才宇会怎么看待这种情况呢？钟声一响，遗言还没来得及思考，身体就先动了起来，把耳朵凑近了门。听到全才宇说：“你以为我走了？”遗言惊讶地从门边踉跄着往后退，捂住嘴，努力不让自己叫出声来。全才宇又让遗言靠近门一点，说自己闻不到他的味道了。遗言惊讶地问神：“什么？”全才宇说：“难道他不知道吗？他身上有尸草的味道。”接着砰的一声，门晃动起来，遗言往后退了一步，灯泡因这股力量而闪烁，他的手掌满是汗水。全才宇把额头抵在门上，轻声说：“没有遗言，自己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谁。”说虽然自己的胳膊和腿都长在身上，但真的感觉不到自己是活着还是死了。遗言听到有东西在刮门，惊恐地意识到那是全才宇的指甲在刮门。全才宇又用额头撞向门，说所以告诉自己不是在做梦，还说告诉自己没有风，让遗言告诉他关于自己过去的事，什么都行，只要让自己相信自己曾经存在过。接着又砰的一声，他的呼吸很粗重。遗言瞬间想到他很容易就能撞开这扇旧门，他吓坏了。但全才宇没有撞开门，只是刮着门，然后又撞了撞，冷汗顺着遗言的脊背流了下来。遗言想起自己曾对全才宇说出善良、温柔、有礼貌这些胡话来救自己，而证据就在眼前。全才宇一点都不像自己描述的那样，他只是庆幸自己的谎言起了作用。遗言叫了声全才宇，听到他的声音，金属门把手又嘎嘎作响。他双手合十，深吸了一口气，说自己没穿衣服，因为刚才在洗澡，还说洗发水进自己眼睛里了，很刺痛，问能不能下次再聊，现在不太方便。有那么一会儿，四周一片寂静，与之前疯狂猛烈的摇晃门不同，全才宇此刻停止了一切动作，瞬间就变了。全才宇说好的。遗言能听到他低沉沉重的声音说晚安。从那天晚上之后，全才宇有1个多星期都没能醒来。遗言做了个可怕的梦，醒来时浑身是汗，眼神涣散，睡眠不足，直到完全清醒过来才想起今天是什么日子。想到啊，是那个日子，还没等这一天开始，就感觉自己所有的精力都从身体里溜走了。有人叫他苏院长，他看了看表，发现已经远远超过了他平时工作的时间。当他匆忙从床上起来时，眼前一阵模糊。朱娥刚走进房间，扶了遗言一把，摸了摸他的额头，试试体温，眉头因担忧而皱了起来，问他是不是发烧了，还说他怎么每天都这么忙啊，让他今天休息一下，说也没多少工作要做。遗言皱起眉头，把朱娥的手推开，站了起来，握紧双手，想缓解一下发麻的感觉，说正因为这样自己才更要工作。朱娥双手叉腰，严厉地说叫他别这样，说他怎么这么固执呢，让他今天就休息一天，还说他今天就去2楼看看他的植物就行。遗言转身朝浴室走去，在镜子前停了下来，然后打开了水龙头，看到镜子里的女人看起来很苗条。遗言又想到刚才那个噩梦，想到那个头发乱蓬蓬的小女孩早已不见了，就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梦中的女孩用小手一遍又一遍的写着我生来就是错的这句话。遗言不得不停地写这句话，那摞 A4 纸的高度远远超过了小时候的自己，这是每当自己有空闲时间就得写的检讨书，一直写到17岁离家为止。画面一转，遗言咬着牙，刚刚尝了树根处的土，径直走进了餐厅，喊了声先生。餐厅的男人看到遗言就皱起了眉头，认出是遗言，就让他出去。然而遗言紧紧抓住门，不肯离开。遗言问男人又想弄死他们吗？说上次男人在浇水壶里放了除草剂，想把树弄死了。男人说如果遗言再妨碍自己做生意，就报警了。遗言又说这次男人浇了海水，还说自己嘴里还能尝到咸味。看到他们争吵，顾客们开始窃窃私语，男人的脸涨得通红。男人说自己从没叫过遗言，还说这不关遗言的事，然后粗暴地把遗言推到餐厅外面，眯起眼睛看着他。男人说遗言的医院倒闭就是因为遗言到处管闲事，不操心自己的事。遗言说自己知道，餐厅老板让遗言别再捣乱了，说遗言太过分了。遗言指着那棵奄奄一息的树说，如果不是自己，那谁来救那棵银杏树呢？还说自己知道老板想把它处理掉，因为他挡住了餐厅的招牌。男人的脸僵住了。遗言还说如果自己不再管了，那些树会怎么样呢？即使在人们眼里，树看起来和电线杆
没什么两样，但它们也是有生命的东西，一旦它们扎下了根，就有活下去的权利。遗言从早上就压抑着的不安情绪，此刻引发了一场情绪的爆发。遗言还质问老板，凭什么杀死这些树？谁给了老板那样的权利？一切都乱了套。这是艰难的一天，让遗言疲惫不堪。他坐在沙发上，怀里抱着他最喜欢的一个花盆，在自己的植物中寻求慰藉。他下意识地抬头看向2楼，吓了一跳，摇了摇头，想让自己清醒些，心里想着自己到底在做什么，自己甚至都不该往那边看。那个男人和自己毫无关系。这一周，如遗言一直期望的那样，平静无事。他终于在生活中找到了某种平静，并且很享受这种状态。但全才宇睡得越久，遗言就越难以入眠。在经历了因那个男人而混乱不堪的日日夜夜后，这份宁静反而让他感到不安。他不愿承认，但他确实和这个像植物人一样的男人一起生活了2年，已经形成了一种平衡。也许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遗言变得格外多疑，每天晚上都会去查看他，以确保他还处于昏迷状态，没有醒来。遗言向前倾身，把鼻子凑近他抱着的植物的叶子间，嘴里说着不，别想了，别想了。然后突然抬起头，心想那是什么声音？声音很微弱，但他听到从某个地方传来一声轻轻的哭泣声。他吓了一跳，坐直了身子，保持警觉。他眼前首先看到的是通往2楼的楼梯，他怀疑地看着楼梯，一时在心里纠结该怎么办，然后小心翼翼地走上楼梯，打开了2楼那扇破旧的门。床边的台灯发出昏暗的光，床上睡觉的男人一动不动，与其说他是个人，倒不如说更像一尊雕像。他看到全才宇的嘴微微张开，身体本能地僵住了，但这个男人并没有醒来。从他嘴里说出的话也不是威胁，而是充满了悲伤。他在睡梦中抽泣着，发出啊的声音。遗言的整个身体从脚踝开始僵住了，看到全才宇在哭泣，大颗大颗的泪珠从他的眼角滚落。过了一会儿，全才宇开始喘起气来，结结巴巴地说：“把我藏起来，忘了。”他不停地含糊不清地嘟囔着，遗言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他看起来很绝望，甚至很悲伤，还大喊：“把我藏起来！”他英俊的脸庞此刻因痛苦而扭曲，遗言握紧又松开双手，不知道此刻自己该做些什么。遗言想起朱娥第一次见到全才宇时曾称赞过他的英俊长相，当时自己点了点头，但也知道他是个冷酷无情的杀人犯，要是有人偷偷看他一眼，他就会拧断人家的脖子。遗言又一次帮全才宇擦掉眼泪，让他别哭了，还说他得自己擦眼泪，接着悲伤地说自己以前哭的时候没人听，所以后来就不哭了。只有那些树，那些每个季节都会盛开的花，倾听过自己的故事。对于从未有过朋友的自己来说，他们是自己唯一的伙伴。遗言接着说，今天自己尝了尝树下的土，很咸，但不该是那个味道。还问他的眼泪也是那样的味道吗？他朝他凑近，在他耳边轻声问，谁往他身上浇了海水？男人没有回答，只是皱了皱眉，鼻子也皱了起来。遗言嘟囔着说，今天他看起来就像自己在寿司店看到的那棵银杏树。遗言喃喃地说，就当这是一份生日礼物吧。想着今天是非常糟糕的一天，自己想哭，最后下定决心在这个男人旁边躺了下来。第二天一早，一阵尖锐的声音传入全才宇的耳中，他眨了眨眼，抬起手挡在面前，以抵御倾泻而入的阳光，但还没等他完全挡住，他的手背就撞到了某个人。他疑惑地皱着眉，侧过头去，看到遗言睡在他身旁，紧紧抓着他的胳膊。全才宇僵住了，忘了自己原本要说什么。他感觉自己彻底清醒了，就好像一桶冰水浇在了头上。他隐约记得自己做了个痛苦的噩梦，但看到他的那一刻，所有的梦境都消失了。全才宇心里想着，看来这个叫全才宇的男人天生愚笨，他只要轻轻一碰，自己的脑袋就一片空白。他想着这个苏遗言是他的妻子，也是一位树木医生，还经历过一场意外。全才宇看着身旁的女人，思索着脑海中浮现的几件事。他听到胡了解到的所有信息都没什么特别之处，他仿佛有些恼怒地咂了咂嘴。但是尽管遗言嘴上说自己是他的妻子，可每当他靠近，遗言的身体就止不住的颤抖，眼中总是充满恐惧。遗言的手指上没有戴婚戒留下的痕迹，家里也没有他们的结婚照。遗言看到他时没有丝毫喜悦，只有恐惧。每次他一动，遗言就会退缩。他想问遗言，如果不再想要他，当初为什么还要悉心照料他康复？遗言醒来，揉着眼睛说早上好。全才宇手托着下巴盯着他，没有回应。遗言的脸色慢慢变得僵硬。过了一会儿，全才宇问遗言过得好吗？遗言回答说自己全才宇又说自己一直感觉不太舒服，问自己睡了多久。听到全才宇温柔的声音，遗言如释重负，缓缓放下了肩膀，说1周01天。全才宇想着，也许苏遗言一直都在等待一个完美的时机逃离他，他不想让遗言离开。全才宇想着，什么样的傻瓜会放走自己仅有的记忆呢？遗言是他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全才宇愿意成为遗言希望的任何样子。全才宇说遗言从今天起和自己一起睡。遗言试图躲避他的目光，全才宇垂下视线，镜头一转，
到了项目招标说明会的日子，遗言看着穿着整洁休闲裤和圆领 T 恤的全才宇，觉得他穿成这样看起来像个大学生，便问全才宇：“今天休息一下不是更好吗？”全才宇问遗言：“是不是担心自己会惹麻烦？”遗言急忙回答：“不是那样的。”心里想着他就像变了一个人。遗言想着这一切都是朱娥搞的，在朱娥给全才宇买新衣服，给他理发，彻底改造他之前，全才宇除了病号服没别的衣服可穿。遗言一只手叉腰，深吸一口气，看着地面，犹豫着要不要开口，然后抬起头，面对着全才宇说：“外面很危险。”全才宇问为什么？遗言心里想着，因为要是全才宇受到强烈的外界刺激，可能会恢复记忆，但他没把这话说出口。全才宇静静地等着，因为他看得出遗言在努力想一个合理的解释。才宇突然问遗言：“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自己？”遗言急忙回答：“没有。”全才宇脸上闪过一丝奇怪的表情。遗言意识到这个小破绽得赶紧弥补。遗言不知道说什么，就脱口出：“因为全才宇太帅了，还说自己要去的地方全是老头。”像全才宇这么年轻善良的人，根本不知道老头的嫉妒心有多可怕。说完擦了擦汗，好像完成了一项重大任务。全才宇问自己漂亮道：“遗言想把自己藏起来吗？”遗言疑惑的回应什么？全才宇说：“因为自己1分钟都不想和遗言分开。”遗言试图找个更有说服力的反驳理由。全才宇接着说自己会安安静静的，还让遗言就把自己当成他最喜欢的花盆，带着自己。遗言解释说自己觉得两人一起出门还为时过早。全才宇问是自己没准备好，还是遗言没准备好？遗言一时语塞，所以最后我和全才宇的第一次外出就这样开始了。遗言来到了华岛大酒店宴会厅的大厅，有人说看那边，云山医院的人也来了，人们开始交头接耳。遗言的草帽一经过，低语声就停了下来，那些看向他的目光充满怀疑，甚至带着恐惧。对于其他树木医生来说，云山医院是个很难定义的地方，他们不确定这个地方是敌是友，尤其是云山医院里只有年轻的遗言和一位老妇人，两人的组合十分奇特，人们对他们议论纷纷。遗言被众人审视的目光压得有些喘不过气，心想这就是自己讨厌去人多地方的原因，眼睛能传达太多情绪，没有人能在眼神中隐藏自己的情感。面对这么多不加掩饰的真实情感，自己通常会胃疼。遗言的手越来越冷，突然有个温暖的东西握住了他的手，他吓了一跳，灵活地抽回手，但全才宇却坚定地握住不放。遗言怒视着全才宇，说他不是说过只做自己让他做的事吗？才宇慢慢笑了，说自己会的，还让遗言选一个。平常他冷淡的印象会让任何人都不敢靠近，但今天他的笑容让他看起来如此天真无邪。他问遗言是眼睛还是嘴巴？遗言疑惑地问什么？全才宇解释说，那些一直盯着遗言的人问遗言是想要他们的眼睛还是嘴巴，如果不想说出来，可以用手指指。遗言的大脑一片空白，感觉自己的不安消失了。全才宇对遗言微笑，大厅里一片寂静，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了全才宇和遗言。遗言强烈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全才宇高大，身材匀称，头发修剪得整整齐齐，让他高挺的鼻子更加突出。他完美的眉毛下是一双冷峻而美丽的眼睛，每个人都被他迷住了。就在这时，会议厅的门打开了，遗言说自己现在得进去了，让全才宇可以在这儿等。遗言转身跟着人群走，他意识到自己一直握着全才宇的手，全才宇又多握了几秒钟，然后才松开。穹顶项目，韩国最大的植物园，将在华岛建成，人工瀑布、热带穹顶型温室、户外生态公园、空中花园和热带雨林景观等各种景点，都是华阳市为吸引游客而努力推进的公共项目。前来参加竞标的各家树木医院院长看着华岛穹顶的 3D 模拟鸟瞰图，难掩贪婪之色。当发言人冗长的介绍结束后，会议厅里顿时议论纷纷，有人按下长桌上的麦克风按钮，问刚才说什么。负责人机械的回应，不带丝毫感情表示说，将通过公开竞赛进行招标。会议厅里再次陷入沉默，每个人都一脸困惑，目瞪口呆。有个人强压着怒火，问是要大家参加试演吗？不满之情写在每个人的脸上。尽管众人满怀敌意，负责人仍用同样平淡的语气继续说，问有什么问题，还表示想把这项工作交给最优秀的树木医生。引入华岛穹顶的植物将是世界上最稀有、最昂贵的树木，必须确保最优秀的人得到这份工作，不希望骗子和偷懒的人通过金钱关系得到这份工作。听到这番严厉的话，遗言不禁一颤，就连一向最自信的第一院院长也皱起眉头，仿佛觉得这一切都荒谬至极。负责人说，由于项目将在下一个植树节开放，锦标赛将被拍摄成宣传视频，还提醒大家注意，纪录片摄制组将在比赛现场。然后补充了大家最想听的最重要的一点，即最终入选的医院将与华岛穹顶签订为期10年的合同。遗言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会议厅里再次爆发出热烈的讨论，毕竟这可是韩国最大的植物园，有最珍贵、最昂贵的树木，
是一份能带来巨大客流量和年金的合同。全才宇瞥了一眼遗言，问他打算参加吗？即使在疲惫之中，他也感觉到全才宇在看他，便说会有摄像机。朱娥本想抗议，但忍住了。全才宇却问有摄像机又怎样？遗言看着他，叹了口气，说只是自己想尽可能安静的生活。如果自己的脸万一出现在电视节目上，事情可能会变得很麻烦。这时一个遗言极其讨厌的声音传来，喊着嘿，苏院长。遗言皱了皱眉。第一院院长赵金谦说，好久不见，还说他们住在同一个地区，但很少见面。他60岁了，头发依然浓密，曾是遗言的上司。遗言看到他的脸，身心俱疲，哀叹自己运气太差，又要见到他了，从心底厌恶他，原因数不胜数。赵金谦一边说，一边轻轻拍了拍他学生的后背，把学生往前推，说让大家互相打个招呼，还说遗言和他学生也很久没见了。赵金谦的学生黄祖允看起来很尴尬，还是那么书呆子气，忧郁地抚摸着自己稀疏的眉毛，对遗言说好久不见了。遗言回应是啊，还问他过得怎么样。寒暄过后，遗言转过身去。赵金谦说自己叫学生来画岛的，还说遗言和他学生以前是好朋友，应该好好相处，多了解了解彼此。遗言心中暗想，他怎么能笑着说这种话？在搬到画岛之前，遗言在赵金谦手下做了5年的实习，大专毕业后，他不得不在医院从底层做起。刚入行的人被当垃圾一样对待，连基本的尊重都得不到，这是不言而喻的。遗言受尽了苦头，而黄祖允是赵金谦最珍视的学生。据说黄祖允从本科时起就是顶尖精英之一，但除此之外，只要有机会，他就会跟踪一无所有的遗言。当遗言看到他那可怕锐利的眼睛透过自己半地下室房子的窗户往里看时，向医院报了案，但被解雇的是遗言，而不是他。你们聊的时候，我去。赵金谦的目光转向朱娥，朱娥站起来，偷偷向李岩眨了眨眼，这时他会尽力挖掘任何有用信息的信号。遗言非常感激，终于能稍微松口气了。两人离开后，黄祖允朝遗言伸出手，喊着嘿，遗言。就在这时，坐在遗言旁边的全才宇把他拉回到座位上。黄祖允的手在空中挥了挥，遗言一脸困惑。全才宇紧紧地挨着遗言，说遗言自己很担心，他的体温很温暖，还问遗言黄祖允是谁。遗言不知道从何说起，犹豫的时候，全才宇放在他腰间的手臂把他拉得更近了。他分不清是焦虑还是警惕让全才宇有这样的举动，但看到黄祖允退缩时，他意识到是后者。全才宇又问黄祖允是不是他认识的人，他回答全才宇说黄祖允以前是自己几年前工作过的医院的前辈，还说全才宇不认识他，让全才宇别担心。黄祖允瞥了一眼遗言的腰间，问遗言全才宇是谁。全才宇也让遗言给他们介绍一下。遗言感觉到透过衣服传来一阵突然的温热触感，挺直了背，说这是全才宇，是和自己一起生活的人。但黄祖允瞪大了眼睛，问遗言是不是结婚了。遗言一时语塞，全才宇朝他靠过来，轻声说他至少应该点点头，黄祖允在等着呢。遗言觉得全才宇催促自己回答，自己强烈的意识到全才宇搂着自己腰间的手臂，感觉好痒，便扭动着身体躲开，然后朝黄祖允点了点头。全才宇说自己是遗言的丈夫，仿佛要一锤定音。黄祖允又问遗言是不是真的结婚了，他的反应让遗言很生气，觉得他表现得好像自己结婚是件完全不可能的事，又想到他一直都是这样，和他打过交道，他总觉得自己永远是对的，而其他人都不对。黄祖允说遗言以前不是这样的。遗言问什么？黄祖允说遗言不是那种会和男人约会的人，晚上你盯着树看，周末在家做肥料，谁能理解你这些行为？还说遗言讨厌和人在一起，自己了谢遗言。遗言对他的厚颜无耻翻了个白眼。黄祖允瞪大了眼睛，气得浑身发抖，说就是因为自己不在遗言身边，所以遗言才犯了这样的错误。遗言问黄祖允为什么要为这件事大惊小怪的。如黄祖允所见，自己有丈夫，有自己的诊所，过着自己梦寐以求的最好的生活，还说看起来黄祖允还停留在人生的那个阶段，像个被宠坏的小鬼一样，还看不起自己，让黄祖允成熟点。黄祖允突然喊道，全才宇真的是遗言的丈夫吗？遗言问他说什么，黄祖允让遗言把亲属关系证明拿出来，还说在那之前自己是不会相信的。听到有人喊自己的名字，遗言心里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全才宇喊他名字的方式和黄祖允喊他名字的方式听起来截然不同。全才宇用手指按着太阳穴，仿佛这让他头疼不已。接着说出，在自己杀了黄祖允之前，别再喊自己妻子的名字。他冰冷的目光像刀刃一样锐利，那一刻看上去像着了魔一般，是一个戴着人皮面具的野兽。这也许是错觉，但遗言感觉周围的温度下降了，空气中的紧张气氛显而易见。黄祖允僵住了，屏住了呼吸。屏住呼吸的可不只是他，遗言也不敢动弹。全才宇转头看向桌上的玻璃杯，松开了一直握着遗言的手。遗言心里猜测他在想什么，打算做什么，是不是要不
遗言急忙抓住他的胳膊，为了缓和局面，防止全才宇做出过激行为，遗言急忙和他一起离开了咖啡馆。跑咖啡馆，遗言抬头看着他，问他为什么说要杀了黄祖宇。全才宇低下头说对不起。遗言说不，别道歉，自己只是好奇，从没见他说过那样的话。全才宇看着遗言，说自己不知道，每次黄祖宇那么无理的喊遗言的名字，自己都快失去理智了，很生气。遗言问全才宇当时真的打算，全才宇咬紧牙关，说自己当时努力克制自己，才没把黄祖宇的嘴撕下来，还说遗言看上去那么不舒服，在自己看来都快哭出来了，自己想让黄祖宇闭嘴。遗言慢慢抬起头，和全才宇目光交汇，全才宇的脸上闪过一丝释然，仿佛终于能再次正常呼吸了。他说着，在自己心里，那个人已经死了。回到家里，朱娥惊讶地问遗言，真的要参加这个公开竞赛？遗言表示，目前自己唯一的目标就是打败第一院。朱娥提及遗言之前说过，那里可能会有摄影师，而且人还很多。遗言表示，说不定在那之前，自己就被淘汰了。全才宇说抱歉，自己一点忙都帮不上。遗言回应不，没关系，说全才宇一直都这样。全才宇脸色暗了下来，觉得不管怎么想，遗言的话都不像是夸奖。遗言说，不管怎样，你不困吗？我该去洗漱睡觉了。全才宇问，那要我帮你洗吗？遗言震惊的回应，什么？不行。全才宇问遗言，为什么这么惊讶？遗言急忙说，因为自己是在一个保守的家庭里长大的，从小就被教导7岁之后，就算坐在男孩旁边，都是不检点的行为。全才宇惊讶地说哇，询问这是否也包括对自己丈夫。遗言说，结婚并不意味着就可以为所欲为。全才宇向遗言靠近了些，轻声说让遗言教教自己，还说自己忘记了很多事情。遗言试图说些什么，但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全才宇喊遗言，遗言尖声回应自己在。全才宇说，如果遗言一直避免和自己一起做任何事，自己觉得自我效能感会降低。还说遗言从来没把自己当作丈夫。遗言无言以对。全才宇又说，就因为自己现在这个样子，遗言把自己晾了1个星期，也不叫醒自己，觉得遗言其实并不需要自己，询问自己说的不对吗？全才宇说，如果遗言不想教自己也没关系，但别因为这个就不让自己尽到作为丈夫的责任。遗言不情愿地问，这个责任就包括一起洗澡吗？全才宇歪着头看着遗言，说自己不明白遗言在害怕什么，还说两人以前的关系肯定很亲密，觉得这不过就是洗个澡而已。遗言说不出话来，感觉自己的谎言开始让自己自食恶果。全才宇提议说，两人之前对性生活不感兴趣，可能是因为总是很疏远，让遗言对自己稍微开放一点。遗言找不到借口，无话可说，只希望全才宇能安静点，说好吧，自己让他帮自己洗后背，强调就洗后背，别的不行。全才宇满意的笑了，哗啦，现在这溅起的水声都让遗言感到害怕，他觉得这一切太疯狂了，简直是疯了。进到浴缸里后，遗言背对着门，面朝墙壁，尽管他是那个试图欺骗全才宇的人，但他却感觉自己要输了。从全才宇走进浴室的那一刻起，遗言就直直地盯着墙壁，他觉得背对着他比面对着他要好得多，不然的话他可能会看到自己的胸部。全才宇轻声笑着问，遗言是不是穿着内裤？遗言吓了一跳问，什么你能看到吗？随即在自己周围弄出一团泡泡来遮挡一切，他能感觉到全才宇的目光。全才宇问遗言，穿成这样是不是因为觉得不好意思？遗言说，难道你不应该比我更不好意思吗？还说全才宇什么记忆都没有，自己已经很习惯了，但担心全才宇看到自己这样会不舒服。全才宇说着，是这样吗？把手伸进浴缸里的水里。遗言突然惊了一下，后背僵硬起来，他的话和动作并不一致。全才宇说，遗言怎么表现得这么可爱？遗言只能靠听觉来猜测他的动作，这让他更加紧张。全才宇开玩笑地笑着说，遗言为什么还在没必要的体贴人？他的手还在水里。遗言想转过身面对他，但别无选择，他不想让全才宇看到自己的正面。全才宇其实也没有他表现出来的那么镇定，当看到遗言纤细的后背时，他有一种想要触摸他皮肤抚摸他的冲动，他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吸引着他的目光。他心里想着，如果自己变得贪婪，被欲望吞噬，遗言会逃走吗？他看着遗言的后背脖颈、柔弱的肩膀和纤细的腰肢，全才宇感到自己身体的下部有了反应，已经有了生理反应。他为自己失去记忆而懊恼，心想也许在失去记忆之前，自己是被允许触摸他身体的每一个部位的。全才宇皱起眉头，他想要找回自己的记忆。遗言曾说他们在性方面不合，但他的身体却不这么认为，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如此迫切的想要找回自己的记忆。全才宇脱口而出，问遗言这是什么？手指顺着他后背的皮肤滑下，抚摸着他的伤疤。遗言被他的触摸弄得浑身颤抖，叫道拿条毛巾。但全才宇只是默默地抚摸着遗言的旧伤疤，手指在每一道伤疤上方停留了一会儿，仿佛要把它们吸收进自己的皮肤里。询问遗言是不是被虐待过，遗言摇了摇头，不是他不想说，而是感到很困惑。
这一切对他来说都很新鲜，在他的一生中，从来没有人问过他这件事，从来没有人对他的生活感兴趣，所以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人们都因此责怪他，每个人都认为他是个一无是处、问题重重的孩子，所以反而是他的家人在努力应付他。他曾认为自己活该遭受虐待和忽视。遗言往脸上泼了些水，希望自己的眼睛不要再刺痛了，说这些是自己的家人做的。全才宇说遗言的家人对他做了这样的事，他们一定很糟糕。遗言说自己不知道，但肯定是有原因的。全才宇咬紧牙关，强忍着怒火，说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把一个孩子打到留下伤疤的地步。遗言说即使是太爱自己的孩子，也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从全才宇醒来的那一刻起，就总是急切地靠近遗言，试图和他亲近，像一只发情的动物。他满心愧疚，现在能猜到遗言厌恶被触摸或者厌恶任何形式亲密行为的原因了。他愣住了，仿佛真相像一记重击打在了他身上。遗言说爱会很快转化为愤怒。人类和树木不同，尽管人们声称会无条件的爱，但做不到。当任何事情结出恶果时，人们就无法忍受。全才宇紧紧地闭上了眼睛，一切都说得通了。他终于能理解遗言的行为了，他无法摆脱这样的想法，即自己可能也是问题的一部分。遗言如此害怕自己，这可能意味着他们的婚姻也给他带来了可怕的伤害。一起洗完澡后，遗言没那么抗拒，和全才宇躺在同一张床上了。然而温暖的洗澡水让他感到惬意和困倦，他疲惫地叹了口气，对全才宇道晚安。全才宇掀起毯子盖在遗言身上，然后在他旁边的床上躺下。对遗言来说，床垫突然显得太小了，但他感觉太舒服了，慢慢地闭上了眼睛。他心想，今天可真漫长，以后每天都会这样吗？这是自己第一次和全才宇共度一整天，并非一切都如自己所愿，但是也不完全糟糕。全才宇询问遗言是不是已经困了，遗言嘟囔着说是的，然后猛地惊醒，坐直了身子。全才宇问他怎么了，遗言心里慌张，问自己为什么会感觉这么舒服，刚才居然觉得这一天不完全糟糕，自己这是怎么了？想起这个男人试图杀了自己，自己还用锯子打了他，要是他恢复记忆，可能会杀了自己。遗言握紧拳头，捶打自己的头。全才宇坐起来，抓住他的小拳头，问他在做什么。遗言看着全才宇，心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自己真的能安心的躺在一个杀人犯旁边吗？提醒自己清醒点，别忘了那个屠宰场。思考自己怎么能在一个杀人犯旁边安然入睡。这么想着，遗言脸色变得苍白，转过头去。全才宇握住遗言的下巴，把他的脸转向自己。当他们目光交汇时，遗言立刻闭上了眼睛，试图摆脱那些想法。全才宇温柔的让遗言睁开眼睛，遗言没有睁开眼睛。全才宇表示不明白遗言为什么这样，还问他为什么把腿伸到地上。遗言本能的把腿伸到地上，准备随时逃跑。他想把脸转开，但全才宇抓着不放。他咬着嘴唇表示抗议。全才宇因遗言的抗拒而脸色变得僵硬，问他真的不打算睁开眼睛吗？甚至都不打算看自己一眼，都不想和自己说话。遗言没有回应全才宇急切的声音。全才宇问遗言有没有把人逼疯过。就在这时，全才宇轻轻咬了遗言的脖子。遗言惊讶地睁开眼睛，短促地尖叫了一声。全才宇说答案可能是否定的，因为遗言太鲁莽了。接着把头埋在遗言的脖子间，更用力地舔舐吮吸他的皮肤，像个失去理智的人一样，又咬又抓。遗言的体香让他神魂颠倒。遗言在全才宇的掌控中扭动着，疼得呻吟起来。可这反而让全才宇更加兴奋，他的脑袋一片空白，只想解渴，其他的一切对他来说都不再重要。他一只手捧着遗言的脸，另一只手抓住他的后脑勺，想要拥有遗言的每一部分，甚至他的血液。遗言叫了起来，全才宇把牙齿更深地咬进他柔软的皮肤里。从早上开始，他的渴望就被点燃了。他心想这还不够，自己还想要更多。他内心深处渴望更多，想要将遗言的身心都吞噬。遗言在全才宇怀里颤抖着，询问他的记忆是否恢复了。他的问题让全才宇吃了一惊。遗言又问了一遍记忆是否恢复了，这让全才宇回到了现实。他停下了手中的动作，看着遗言脖子上的淤青，又看看正在颤抖的遗言，觉得看起来很疼，便羞愧地告诉遗言自己的记忆没有恢复。遗言的眼中流露出恐惧和怀疑，感到一阵寒意，用惊恐的眼神审视着全才宇，看全才宇仿佛像是看到了一个怪物。全才宇心中充满了愧疚和羞耻，意识到遗言的眼神揭示了自己过去可能是怎样的一个人。当自己的兴奋情绪消退后，只剩下羞愧。全才宇向遗言道歉，说自己刚才一时失去了理智，犯了个错误。接着用手捋了捋头发，低下了头，然后用手掌捂住了眼睛，再次强调自己真的很抱歉。全才宇深吸一口气，镇定下来后，告诉遗言今天最好别一起睡了。遗言表示惊讶，询问为什么。全才宇解释说，这就算是对自己的惩罚，自己放弃明天叫醒自己的权利。还看着遗言说，就算延长到1-2个月也没关系，在遗言原谅自己之前，别叫醒自己。全才宇从床上站了起来，遗言心里想着全才宇到底是什么意思，疑惑他是不是认真的。
在全才宇开始走开时，瞪大眼睛看着他。遗言从床上起身，跟在全才宇后面，急切地喊全才宇等等。听到遗言急切的声音，全才宇在楼梯下面抬起头，两人目光交汇时，全才宇低声咒骂了一句，遗言能听出来，那是句非常难听的脏话。全才宇微微张开嘴，皱起眉头，似乎很痛苦。遗言困惑地询问他怎么了，问他还好吗。遗言走下楼梯，全才宇举起一只手阻止了他，克制着自己，让遗言就待在那儿。遗言询问为什么，全才宇表示遗言要是再靠近点，自己就没法让遗言一个人睡了，让遗言就待在那儿。遗言没有动，全才宇猛地关上了门，并从里面锁上了。全才宇进入了第3次睡眠。在去参加宴会的路上，全才宇曾经问遗言，在这家医院里是不是就只有遗言、周娥和自己。遗言回答还有一个人，但那个人更像是个昆虫医生，不过已经有段时间没见到他了，因为那个人在学校很忙。全才宇又问那个人是不是也是老师，遗言回应那个人还在上小学，没有透露更多信息。想着反正全才宇最终总会见到那个人的。这时前门猛地打开，一个小男孩的声音在房间里响起。这个孩子背着一个大书包，里面的东西看起来都快把书包撑破了。来的是李归博，一个刚上小学的7岁小男孩。有2个好消息，一是花琼项目的首轮比赛标准公布了，二是那位昆虫医生在许久之后终于来到了医院。朱娥走到遗言身边，询问首轮比赛是关于什么的。遗言回答是修剪。朱娥表示他们把这次比赛搞得这么声势浩大，本以为第一个挑战会很难，没想到是修剪，还觉得这简直是小菜一碟。询问要不要帮遗言把剪刀擦干净，遗言回应自己知道，但问题是那棵树有30米高。朱娥皱着眉头读邮件，疑惑地问，不能用高空作业车吗？遗言明白通过把情况弄得复杂，主办方明确了意图，看来大家得自己爬上树去。这项测试似乎重点考察树木医生的体力，树木医生工作对体力要求高，经常要爬上树去进行手术。此测试旨在考察树木医生是否敬业，是否不怕做这样的事。朱娥说即使能爬上那棵树，树枝可能也承受不住一个人的重量。他的说法没错，爬上这么高的树并进行修剪确实不容易。遗言瞥了一眼已经走到他房间门口的归博，遗言见状喊等等，说归博不能进去，然后跑过去阻止他。可孩子动作更快，转动门把手走进了他的房间。房间里一片寂静，一个男人正躺在遗言的床上，房间的窗帘是拉上的，男人苍白的皮肤和睫毛看起来仿佛结了霜一般。归博瞪大了眼睛，喃喃自语说，以前从没见过这样的昆虫。看到这意外的景象，眼睛里闪烁着光芒，接着小心翼翼地掀开盖在男人身上的毯子，然后说道，像在百科全书里记录条目一样，这种雄性昆虫由头部、躯干和腿部组成，有着完美的身体，有2条胳膊和2条腿，还说其特点是长度比床还长，手脚很大，还有一个尖尖的鼻子。在提到雄性生殖器时，遗言喊停，把孩子拉出房间，关上了门。归博睁着充满好奇的明亮眼睛，抬头问遗言，那个男人是不是她男朋友？遗言回答不是。归博说遗言抓住了这只雄性，然后把它关了起来。遗言惊讶反问什么？归博称那只雄性是个稀有物种。遗言困惑地看着归博，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遗言疲惫地长叹了一口气，告诉归博那个男人不是稀有，而是很危险。归博回应强壮的雄性本质上就很危险。遗言摇了摇头，拉开客厅的窗帘，让过热的房间通通风，突然尖叫了一声，原来是黄祖允在窗户外面像只昆虫一样爬着，试图往里面看，脸贴在窗户玻璃上。遗言从震惊中缓过神，打开窗户。黄祖允悲伤地看着遗言，说自己看到一个孩子进了遗言的家。遗言反问那又怎样？黄祖允瞥了一眼遗言的肩膀后面，归博看着他，喃喃地说，这只雄性由头部、腹部和腿部组成，外形非常奇怪，看起来不怎么样。遗言试图阻止归博，喊着归博的名字，可归博接着说，他有2条胳膊和2条腿，勉强算是齐全，但在窗外的样子看起来非常奇怪，好像脑子不太正常。遗言关上窗户，让归博坐在沙发上，从前门走了出去。黄祖允站在那里等着。遗言对黄祖允说，要是他再在自己家附近窥探，自己就报警。黄祖允询问遗言，归博是不是他的孩子？遗言回应这与他无关。祖允问遗言，是不是因为归博才那样消失不见的？遗言反问黄祖允说，自己消失不见是什么意思？还指出自己是因为黄祖允才被解雇的。祖允表示不可能，称自己那么照顾关心遗言，难以置信遗言怎么会有个孩子。遗言叹了口气，觉得黄祖允显然根本没在听，他气得眼睛直跳，双手捂住了脸。遗言怒视着黄祖允，对着电话说，喂，警察局吗？有个跟踪狂闯进了自己家。黄祖允激动地表示自己只是真的很担心遗言。遗言对着电话说，黄祖允好像喝醉了，在闹事还胡言乱语。突然遗言想起全才宇把脸埋在自己脖子上的那个夜晚，感到尴尬，咳嗽了一声，然后压低声音坚定地说，丈夫很擅长买东西，
还指了指满是铲子的院子，让黄祖允最好别让自己丈夫看见，说丈夫已经对她很生气了。黄祖允心里想，遗言的眼神很陌生，记忆中过去的遗言是个孤独随和的女孩，很容易被说服和制服。如今的苏院长散发着截然不同的气场，一个目睹过谋杀，还被迫和杀人犯一起生活了2年的人，显然会发生改变。遗言一直生活在紧张状态，对一切都保持警惕。遗言转过身，走进屋里。黄祖允不是那种会听从任何警告的人，他盯着遗言离去的背影，想起了他认识的22岁的遗言，心里想着自己必须把这只迷途的羔羊引上正道。寒冷的春风吹过，遗言拉上了窗帘，黄祖允还站在外面，冷冷地盯着他。从那天起，黄祖允的跟踪行为又开始了。